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2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团长，刚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親愛なる兄、当時ベルリンで別れたきり会うこともできず、これほど辛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兄のことを常に思い、焦がれる日々を過ごしておりました。兄がこと王さんにおいて八路の軍職に就かれていると聞き、驚いております。2月10日、制限場外20番里の山頂において兄のご死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勇敢なる兄のことです。必ずお越しいただけるでしょう。この手紙だけではこの思いを伝えきれません。あなたの弟より。送信的人呢？关在李陇村了。备马去李陇村。是。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有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哼，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到，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七风口。是。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权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王二娘，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是。魏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秉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赵杰，到，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2营作战。是。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駐屯軍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前方はすぐ補東山の領域になる。今度任務は火力の偵察で補東山の防衛拠点を把握しろ。敵にあったら銃は使うな。極力銃は使うんじゃない。分かったか？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主。魏国，来，特派员，坐。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错的是我嘛，我就得承认。再说了，
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互相学习。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上がってるな。向かうて。说的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今儿，德力，你听鬼子的枪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活儿真他娘的忙。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村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我们组织了2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是。师长，左边分2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好，分头行动，注意配合。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2营4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生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朱夏俊的朱夏俊，你还真来了。赵杰，到，集合部队去石门口。是。挟み撃ち合ってます。突撃します。ダメだ。現在の状況では我々には無理だ。今回は敵を偵察するだけだ。おい、敵弾頭で援護しろ。続け。急げ。科长，伤亡情况？你可来了。由于鬼子来的突然，我们4连弟兄吃了点亏，有6人阵亡，10人受重伤，20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2人受伤，打死3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啊？勃朗宁。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朱夏俊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失守？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张杰，到，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是，到。小辉啊，哥来晚了。哥。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1团2营营长自持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
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小慧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竹下郡，他还有一支特种部队，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竹下，お前勝戦勝利のために乾杯。男女殿のおかげです。正面から2つの小隊新原を攻撃したの怪我です。いやいや、実はですね、お前深夜から襲撃することを聞くと、いやお前にバカだと思うから、逆にお前に再興したんだ。さあ、第二分国の飾り乾杯し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竹下。はい。宮本。はい。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必ずやってのけます。今回の戦闘で我々は7名の兵士を失いました。この部隊全滅するのことは俺が信じてる。さあ、大日本帝国のため乾杯しましょう。どうぞ。周英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1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水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察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都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赵杰，到。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是。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坐下。水生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知道，明白。你怎么样？放心吧。还记得咱俩的约法3章吗？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嘁哩咔嚓的，这哪行啊？这。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站了。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你糊涂吗？1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快过去吧。别又跟我说没事儿。我是没什么事儿啊。好，你回来的时候在周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哎，你保重。你也是。知道了，早点回。大力，走了。是。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团长和大力来了，明白。注意看团长手势。劉主、彼らが来ました。魏国，朱家军，その手どうした？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还是主下的中文说得好啊。魏国说笑了。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
魏国，你也不介绍你这位朋友？快跟人家说啊，叫什么名字？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啊。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我又没把他撕成2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该见总是要见的。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属下，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魏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一别5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魏国，莫非你怕了？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你错了，主家。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职锋。
团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明白。别动。主子，1点钟方向，离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1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有戏相动。射击目标已确定。等等，先等等。我在山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2狙击手。没有发现鬼子第2狙击手。生哥，你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别急，别急。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明白。开枪！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动什么手？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我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大力，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你太天真了。
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这算不算是约定？就算是吧。魏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好，我等你。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诸夏，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昨日の友は今日の敵。宮本、心配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とんでもございません。宮本、何人の死者を置いてる？4人です。間違いなく4人の死者が亡くなった。すみません。僕の責任です。宮本、お前の考え方はわかる。覚えとけ。我々の目標は周英国だけじゃなく不動山の八郎軍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周英国という人物はどう思う？周英国は普通の人間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は情報屋だろう。ちょっと彼のこと判断してみろ。周英国はわざと弱さを見せている。彼は日本語を忘れたと言ってもそんなはずはありません。作戦の時にそれが役立つ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それは確かにそうだな。私も中国語は忘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閣下、僕の判断からすると彼と共に来た兵士たちは一つの玉箱だけでした。古藤さんの弾薬は見たところかなり足らないと思います。玉箱の装備も間違い、おそらく兵士の訓練期間も足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あの兵士たちは周英国を中隊長と呼びました。以前は国民党の軍人でしたが、ここから八郎軍の遊撃隊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まで時間がかかるはずです。また今までの戦いはほぼ小規模のもので、ここからも古藤さんの八郎軍の遊撃隊には装備の数も兵士の数も十分でないと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今回は彼からいい情報は何も得ていない。実はそうではない。周英国、いいことやってくれたな。团长究竟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你也不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咱们俩要是把这两个小鬼子给干掉了，团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也对，我想的没你多。团长的安全就落在咱们两个身上了。只要团长没有进入刘营长的防区，咱俩就得盯紧这两个小鬼子。明白。我々の突撃隊は装備の面で有利に立っている。しかし少人数作戦経験は周英国に負けている。彼の突撃隊は孤立してから我が軍と交戦している。だから犠牲経験は裕福である。劉主殿、すみませんでした。情報の間違いは全て私の責任です。どうぞ罰してください。自分を責めなくていい。彼と2年間の同級生で、彼のことは私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しかしもう離れて5年の時間が経つ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そうだな。
5年という時間はあまりにも長いな。彼の性格、考え方も変わ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ん。どうしたらよいでしょうか。計画を立ててから行動せろ。おっしゃることは分かりました。周英国こいつは手は遅いですが、積むのはとても早いです。たとえ彼の主従者もそうだな。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想得美。宮本、0.5ミリの時弾はあなたの体を通して私に与えられる。でも私を守る気持ちはありがとう。恐縮です。私の準備が行き届かないことをお許しください。劉主殿をこんな危険な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本当にお詫びいたします。お前のせいではない。ただ周英国の方は慣れている。劉主殿、この私を罰してください。宮本、我々は人質になっている。彼が離れるまで私たちは安全だ。はい。主子，我估摸再过半个钟头，团长就能进入刘营长的防区。到时你听我口令，不手开枪，咱俩一起开，明白吗？明白。宮本、俺のこと信じてるか？劉主殿、心から信じてます。じゃあ俺の話よく聞け。体を動かすな。わかりました。先の銃声から判断すると主従者は2人いる。1人は私の左にいる。もう1人はあなたの右にいる。劉主殿の洞察力は完璧でした。我々の後ろに銃がある。青年男性、体を斜めにして銃の後ろに隠ればいくらの優秀な従事者でも仕方がない。私は3つまで数える。各自銃の後ろに隠れよう。わかりました。シタン社と約束通り1時間後、突撃隊2つの小隊と3つの小隊ここに来る。周英国と敵対したくないか、シンバラのシナ軍に嘘乗りしてほしくない。敵となるときに面倒を向かうべきだ。宮本、私たちはここで1時間待つぞ。周英国、次にやられるのはお前だぞ。3、2、1。柱子别乱动，那2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只要咱们2个还在，他们就下不了山。奶奶的，这鬼子就是狡猾。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2个鬼子？那2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狗日的，算他命巧。
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啊！你们可回来了。我跟你说没事了。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化个旧情嘛。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但说句良心话，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杨大力立功了？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朱家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示敌以弱。哎，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怎么了？想多了。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进来。团长，石团长。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敬礼。これは20人の有志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優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はい。陛下万歳！陛下万歳！大日本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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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新原のひな国だ。听，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呐。你可别吓我，我胆儿小，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为啥？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唉，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哎，一团三营前哨阵地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才几天，青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2营、3营全部被偷袭了。1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2营、3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吕座开恩了，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吕座，看在袁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闭嘴！传我的命令，1团3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1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1团1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1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人。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分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2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这帮畜生！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领导，我去看看小慧。好，去吧。到我这儿来还这么客气，坐。小慧，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行了，中下了。 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1团3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1团的团长了，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1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没错。 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竹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有2个老乡下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你说什么？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数量倒是不多。 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竹下郡的竹下郡，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
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是。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怎么被发现的？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100的战士被重重的压缩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触犯就能抵消的吗？我让你灭了我们！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你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不信任我们一营了。任大力，你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3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是。王二等，到，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尾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相手をじらす。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发。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是。阿强。是。进来，走，下
小区招待客人去。是，排长。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周文，周文。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啊，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请说。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衣服？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是。袁排长，谢谢你。啊，走。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老赵，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何以见得？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走。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2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ご苦労さん。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周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英国の
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朱夏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招力处。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4个小分队。第1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2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好。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好。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水の宮殿同時に急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英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彼の動きを待とう。排长，情况怎么样？对3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的。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将计就计。赵姐，通知第1分队和第2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2个据点，马上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上雷。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我们端了人家2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是。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一つは頂点、一つはパオロ。早いな。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2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全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不動山八郎軍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をほくため、その場で砲線を立てろ。攻撃しないですか？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それは、真の奉仕で知己知彼、百戦不殆。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经过连续9天的排查和付出了14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终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
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